这跟工作室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我一开始在成立公司的时候，是有人比较建议我成立公司，而不是工作室的。对啊，这个其实也是一般就是想要成立公司或就是一般想要创业的人，他们不是很了解这两者的差异。工作室呢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它是一个人，就是独立作业。所以比如说我是写稿子的，所以我就成立一个工作室。我可能就是帮人家写文章，或是我可能就是做一个地区性的例如我就开一个小店，然后就卖东西，这种很简单的，那就是工作室。但是如果今天网红，因为它其实是无国界的嘛。不是只有在台湾，可能国外也会看到他的频道。那他的收入如果是越来越多元，那还有就是他想要打自己的品牌、自己的 logo， 那工作室其实都比较局限性。那时候就会建议说，他用公司，现在公司的名字是全国就是只有他一个。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成立一个 Claire 公司，那就不会再有人跟你一样。可是我如果说，我是一个工作室，那我可能就是一直在台北市登记。那到了新北市，万一有人想要 copy 你，那你其实就是很麻烦。所以公司在操作上，尤其是收入越多的这个人，他就是越适合用公司这样子。工作室可以转成公司吗？我记得好像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工作室就是也不能转成公司。对，所以公司的操作其实是它可以运用这个，就是它在税务上的这个规划弹性是比工作室多很多。会建议大概收入多少的时候，会比较建议他们可能要成立公司或者是工作室等等的。一般我会建议，就是如果他一年收入有到100万以上，就是平均每个月大概都有8万、9万的时候，那其实他如果报个人所得就比较不划算。可是如果成立公司或是工作室，那其实对他一整年缴的税会比较有利。那如果说想要打造个人品牌，因为我们刚刚讲网红嘛，其实他们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。那如果这个个人品牌，他是希望说，就是持续他的影响力，然后慢慢可能会有很多机会，像业配啊，又有商品的这个销售，那就建议他还是成立公司会比较好。其实你就一开始就成立公司，是一个非常简便然后一劳永逸的方法，这样。